在全球化的今天，资本流动 （capital flows） 无疑是国际经济交往中的一大重要组成部分。它像血液一样在世界经济体系中流动，为各国的发展输送着必需的营养，但同时也可能成为引发经济体危机的导火索。那么，资本流动到底是经济增长的助推器，还是金融稳定的威胁？从历史的长河中，我们可以看到，资本流动并非现代现象的产物。自19世纪末国际贸易和投资活动增加以来，资本就开始跨越国界。然而，资本流动的性质和影响随着时间、政策以及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而发生了深刻变化。以中国为例，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吸引外资，以资本流入促进了国内经济的快速发展。这一时期的资本流动对中国经济的正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然而资本流动也有其负面效应。例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就是由于资本过快流出，导致多国经济受损的典型例子。资本流动的成因复杂多样，既包括经济因素，如利率差异、经济增长预期等，也包括政治因素，如政策环境的稳定性。正是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驱动着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影响也是双刃剑。一方面，资本流入可以增加接受国的投资，促进就业，提高生产力；另一方面，过度的资本流动可能导致接受国资产价格泡沫，增加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甚至引发经济危机。那么，面对资本流动的这些潜在风险，各国如何采取措施来平衡？以中国为例，政府通过实施宏观审慎政策、加强金融监管等方式，有效管理资本流动，以期达到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避免金融风险的发生。从个人故事到政策起源，从具体事件到国家层面的经济策略，资本流动的故事是多维度的。通过聚焦于这些故事，我们不仅能更深入地了解资本流动背后的逻辑和影响，还能感受到它对个人生活、国家发展乃至全球经济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在这个全球化日益加深的时代，资本流动无疑将继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通过合理的管理和政策引导，我们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其积极作用，同时避免其潜在的负面影响。这是一个不断探索和适应的过程，也是全球经济参与者共同面对的挑战。综上所述，资本流动作为经济发展的催化剂，其影响是复杂且多面的。不同国家根据自身的经济状况和发展阶段，采取不同的策略来应对资本流动带来的机遇和挑战。面对未来，我们如何平衡资本流动的利与弊，如何使其更好地服务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将是一个值得所有经济参与者深思的问题。大家好，我们是一个充满热情的初创团队，致力于创作精彩的视频内容。我们真诚地希望能得到您的支持和鼓励。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视频，请不吝点赞或将视频分享到你的社交平台，这样可以帮助我们的内容更好地适应 YouTube 的推荐算法，让更多人看到我们的作品。同时，我们非常欢迎您在评论区留下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无论是喜欢、不喜欢，或是其他任何想法。根据观众建议，除了英语字幕，我们又增加了繁体字字幕。我们也会调低背景音乐音量。您的每一次互动对我们都至关重要，感谢您的观看和支持。监控和调控措施有效地管理了资本的流入和流出，尤其是在面对全球经济波动时，保持了经济的稳定。中国的经验表明，适时的政策介入和调整对于平衡资本流动的正负面影响至关重要。在实施相关政策前，中国面临的经济情况是复杂多变的。改革开放前，中国实行的是相对封闭的经济体制，外部资本流入极为有限。这一时期，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内部积累和国家投资，外部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小。然而，随着1978年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开始逐步放宽对外资的限制，吸引外资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政府实施的政策细节涵盖了多个方面，旨在创造一个有利于资本流入的环境，同时防范潜在的金融风险。例如，设立经济特区是中国吸引外资的重要策略之一。通过为外商投资提供优惠政策，如减税、
土地使用权优惠等。经济特区吸引了大量外资，成为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引擎。另一个例子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 后，进一步开放市场，降低贸易壁垒，为国内外企业提供了更为公平的竞争环境。这一举措不仅促进了中国的出口增长，也吸引了更多的外国直接投资 FDI， 加快了中国经济的融入全球化进程。然而，资本流动的加速也带来了挑战，特别是在全球经济不稳定时期。为了应对这些挑战，中国政府实施了一系列宏观审慎政策，如加强跨境资本流动的监管，实施外汇储备管理等，以增强金融系统的稳定性和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这些政策的实施，尤其是在应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显示了中国政府在平衡资本流动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方面的审慎和灵活。通过有效的政策调整和管理，中国不仅成功避免了金融危机的严重影响，还保持了经济的稳健增长。总之，资本流动对于经济增长和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也伴随着风险。中国的经验表明，通过有效的政策制定和实施，可以最大化资本流动的积极效应，同时减少其潜在的负面影响。在全球经济日益一体化的今天，如何管理和利用资本流动，对每个国家而言都是一个重大的挑战和机遇。随着政策的逐步实施和调整，中国经济在资本流动方面发生了显著变化。这些变化不仅体现在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上，还体现在经济结构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上。通过对比政策实施前后的经济情况，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这些政策带来的积极影响。首先，从经济增长的角度看，资本流入显著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发展。政策实施前，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赖内部积累，而改革开放后，随着外资的大量流入，尤其是外商直接投资 FDI 的增加，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得到了显著增强。外资不仅为中国提供了资金，还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促进了国内产业的升级和转型。这一时期，中国的 GDP 增速迅猛，经济总量跃升至世界前列。其次，政策的实施也显著改善了中国的经济结构，资本流动的加速促进了中国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型。外资企业在中国的大量投资，尤其是在高科技、高附加值的行业，促进了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同时也提高了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此外，资本流入还促进了服务业的发展，服务业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逐年提高，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再者，资本流动对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产生了深远影响。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中国逐渐成为全球经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中国不仅是世界上最大的商品贸易国之一，也成为重要的资本输出国。中国的外汇储备规模巨大，对外投资持续增长，中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的并购和投资活动日益频繁。这些变化提升了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然而，资本流动的加速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和风险。例如，短期资本流动的波动性增大，对国内金融市场和汇率稳定造成了一定压力。政府为此加强了对跨境资金流动的监管，实施了一系列宏观审慎政策，以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中国经济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保持了经济的稳定增长。总之，政策的实施和调整带来了经济增长的加速、经济结构的优化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但同时也要面对新的挑战和风险。这要求政府在享受资本流动带来的红利的同时，也需不断完善和调整政策，以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环境，确保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通过这样的对比和分析，我们不仅能够看到政策带来的积极成果，也能够深刻理解在全球化背景下，如何平衡利益和风险，是每个国家都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亲爱的朋友们，非常感谢你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我们在 YouTube 社区发起了一个投票，希望听听你们的声音。
这是一个展现我们共同价值观的绝佳机会，请来表达你的看法，让我们一起探讨和分享。你可以在视频下方的评论区找到投票的置顶链接，期待你的参与。在全球化的经济环境中，资本流动无疑是连接不同国家和地区经济的重要纽带。中国政策的成功实施，不仅对本国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也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通过案例分析，我们可以进一步探讨资本流动政策对其他国家经济的潜在影响，以及如何借鉴中国的经验来促进自身经济的发展和稳定。以东南亚国家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的经历为例，可以看到资本流动的双刃剑效应。在危机之前，这些国家吸引了大量的外国投资，经济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然而，这些国家在监管跨境资本流动方面存在不足，当国际投资者信心下降时，资本迅速流出，导致了经济的急剧下滑和金融市场的动荡。这一事件凸显了制定和实施有效监管政策的重要性，以及在享受资本流动带来的经济增长红利时，必须注意防范相关风险。再比如，近年来非洲一些国家积极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希望通过资本流入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增长迅速，成为推动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这些非洲国家通过吸引外资，尤其是投资基础设施和资源开发项目，带动了经济增长和就业，提高了生活水平。然而，这些国家也面临着如何平衡外债增长和确保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挑战。从这些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资本流动政策的实施对于促进国家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同时也需要考虑到政策的可持续性和潜在风险。各国需要根据自身的经济条件和发展阶段，设计和实施符合国情的政策，加强金融监管体系，保持资本流动的健康和稳定。总而言之，资本流动在促进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各国经济增长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中国在管理资本流动方面的经验，为其他国家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在享受资本流动带来的好处的同时，各国也应警惕其潜在的风险，通过制定合理的政策和加强国际合作，共同维护全球经济的稳定和发展。这样的结论不仅是对中国经验的总结，也是对全球化经济未来发展的深刻启示。在资本自由流动的时代，如何平衡增长与稳定，是每个国家都必须面对的挑战。